柯文哲7千万交保，北检不服气，观察5天以后呢，开始提抗告啊。他说5大理由其实4大理由了，第5个是针对应小薇了。哦，第一个还有重要证人没有被调查完毕。第2个呢，他跟陈志涵接触志涵跟你接触，坐你车好像。第3个呢，说这个对李文忠喊话。第4个呢，羁押期间。授权特定人士用他的名字的社群账号，比如发脸书啦，等等，隔空串证及制造舆论那陈志涵说呢，我没有列入证人，等等，我们志涵到底怎么回事那柯妈妈说已经瘦了瘦了很多瘦了10几公斤，而且呢旧疾复发，哭说不要再糟蹋我们了1年了还要抗告。我们百姓不能说话，做官才能说话。我们只是小康家庭，也没有做官。柯文哲绝不会贪污，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柯妈妈很生气那另外呢，黄国昌说，这个赖清德看到柯文哲出来声势这么大，紧急开会怎么样对付柯文哲？民进党说你是子虚乌有的抹黑，没这事情那另外呢，这个说呢，这个有传媒董事也是学者了，说呢评论进化城就被传唤。这个等于是警告一样传唤那北检说主要是要查沈庆金的不法犯行他找了一些学者等等去评论等等那个挺金华城的容积率，所以呢，台北地检署就传示威权作证，为什么传到作证就因为沈庆金好像找了学者去这个支持金华城的这个容积率放宽等等那另外呢，这个有这个学者投书批评。北检政治审查言论，最高检察署说，检察长本人没有接触，也没有参与就是跟他们无关那个别人的行为那好，那么最高检察署的声明被人家酸，说这是此地无银300两到底呢讲说没有，其实呢网络认为是有，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根本是冤狱我同学李文忠。他根本没有碰到，就是这句话替高中老友爆虚，成了北检提出抗告的理由之一。连和陈志涵同车拍影片，通通不放过。这个1万1度已经1年多了，从这边这个我下来的时候已经飘出去了。对啊。那给你抗告理由，你可以接受吗？未来还会跟陈志涵一起见面吗？北检再提抗告5大理由，包括仍有重要证人未调查完毕，据保后基于本案证人陈志涵、陈佑成接触，对李文宗喊话就公益侵占犯罪之事实，两人有互相指证的关系。羁押期间仍透过脸书隔空串证，抹黑恐吓不利证述证人，以及尚有证人等待交叉诘问。第一个我没有被列在证人清单上头，第2个一切都由律师团依法来处理。而另外学者施威权也指控评论金华城案就遭检察总长邢泰昭的子弟兵传唤问话，北检神经是沈清金提到拜托他写文章，由于时机点重叠，有必要以证人身份传唤，最高检则批评文章严重误导社会视听。看就是北检在昨天又提出了抗告，谢谢。可是有交代新的党务内容吗？谢谢。反常对北检抗告不做任何回应，柯文哲这一回再交保，民众党谨慎应战，不敢大意。好，北检抗告的4个理由，一个是跟志涵接触，来讲讲看怎么回事。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民众党在这一次看到北检的抗告的时候，好像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确实第一个在这个北检提出这么荒谬的这些理由和抗告理由，我们其实真的看了，只能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因为你会觉得说，一个国家的公署，一个司法检调的机关，你怎么会用这么错误百出而且荒谬的理由来继续提起抗告？首先说，刚刚那个理由书里面有4点是针对柯 P 而来的，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关于我跟佑成议员然后说我们在当天有跟他接触，而且违反了这个法院交保的一些相关的规范。但事实上，我跟佑成都不是法院即将要传唤的证人，我们也不是属于这些重要证人的范围之内。那北检过去还有一个要延长柯 P 的一个理由是说，这些重要证人都还没有传完。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等到重要证人都传完的时候，又是什么时候？所以这些羁押理由都不是羁押法当中规定的要项。第一个。羁押法当中并没有规定说全部的证人都要传完，你才可以放人，这件事是没有的。第2个，你说可能有串证逃亡之余，但是你也得有一定的事实吧？
你今天连一定的事实基础都没有，你又要无限的抗告，那就怪不得柯妈会说你们到底要糟蹋他们到什么时候？事实上，这次法院的这个交保裁定也是高达7000万，而且还是上电子脚镣。大家也都看到了，柯 P 每次出门的时候是有多少的媒体，而且他每一次出门后面都有人在跟车。请问他要逃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就觉得北检提出来这么荒谬的理由，你要我们如何去回应呢？所以接下来就交给律师依法论法，到底这理由里面有几点可以真的端上台面来说的，就交给高院来做裁定。另外还有一点呢，也是很荒谬，他们说，柯文哲呢人在里头授权不明人士去用他的脸书来攻击北检，请问一下你的证据在哪里？北检可以这样子胡乱的指控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吗？第一个，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柯文哲指使这件事情？第二个，什么叫做莫名的攻击跟抹黑？其实柯文哲主席他的脸书上头所有的东西都是法庭上的公开资讯，大家我们听庭小组进去听完了之后，逐笔的记录出来。我至今没有看到北检针对哪一句话明确的说出来说我们有断章取义或者是抹黑，他只用很空泛的概念说，哦，你们在攻击司法哦，然后呢，你们不要对司法有任何质疑。昨天我还看到这个总统府的发言人郭雅慧出来说，请大家要相信司法。请问一下，台湾现在有多少人相信司法？要不要扪心自问一下，现在司法的信赖度到底有多低？而这么低，不就是民进党高层造成的吗？请问一下，过去民进党的林锡耀，他在暗网爆发出来说有这个关说人事案件之后，民进党给大家一个清楚的交代没有？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党政的高层，或者是司法的高层串联在一起，王俊立、蔡清祥等人，这些事情到底厘清了没有？甚至连廉政署都有他们的布线。结果你可以看到呢，这些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都在金华城案当中，其实呢都似乎留有一些伏笔。所以人民要怎么样信赖司法？再来看到国民党过去所遭受到的事件，其实在野党被清算这个事情，不是只有民众党遭受到的迫害。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哦。最后我还想提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检察官这么大，现在真的是警总复辟连那个施威全，他是一个专栏的作家，他连去写评论，而且他是有都市计划背景的，他有法律的专长，他去写一个文章，竟然要被像警总一样清算，去审查他说，哎呦，你投书的这些报章杂志，好像都是有特定的政治立场的，难道我们人民的言论自由跟思想都要这样被审查吗？这不是警总复辟，不是政治迫害，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刚刚志涵特别点到，因为施威全我们都认识哦，然后他过去就是在很多的。特别是对容积率部分，他只是根据他过去的经验，然后说出他一个看法。就这个北检还是硬要把他这个部分跟金华城，然后跟沈庆京，然后甚至跟柯文哲案扯在一起，所以他非常的生气，而且那个时间点也完全对不上。因为金华案是什么时候？他是2024年就才开始写，这彼此之间时间就有2-3年的一个落差。所以你就说嘛，拿清朝的剑斩明朝的官等等之类的，所以你会发现说他所牵连的范围，在柯 P 出来之后，很多人这时候比较愿意出来讲。你才发现他原来调了那么多人，有关系没关系的，反正你就要造成一种寒蝉效应，而且有很多企业界的人都被调进去，所以我们大家都在思考未来哦，这个蓝跟白哦，真的是面临2026或是2028的选啊来说的话，即使这些企业界都没有任何问题，可你光是被调进去问话当中，你觉得他以后有任何的时候，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协助或在任何方面，他还会愿意吗？他们本来做企业就不需要跟政治扯上关系，他们可能或许是欣赏某一个人，然后呢给予他一个很合法的政治现金，让你现在搞了这么多事，所以我们现在才发现说，北检几乎只要有任何一点，他认为可能他自己认为有关联，包括施威全就是个最简单的例子，我都不知道他去写，而且他不是只有这个时候才在写有关容积率问题，他在很久以前，只要有相关的部庭，包括国宾案的时候，根本就是还没有跟这些事有关系，他就是根据他的专业来发表这些的论述，他硬要是把你之间扯在一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这次所调的人所造成的寒蝉效应，我真的是认为他真的就是要给大家跟这个东西有关的，就给你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可能不针对这件事情，而是对你未来，你只要跟蓝跟白有关联的，你最好就谨慎为之，因为我们都在看着你，这才是整个台湾社会最悲哀的地方。今天检方呢还就透过那个绿媒啊放那种独家消息，就是说哇，这个施威全呢帮这个金华城讲话逮到了他的是怎么样呢？是因为杨家俊啊。他就是曾经担任过移民署长的人啊，然后他跟施威全呢，他们本来在陆委会的时候，他们就旧识啊。杨家俊呢，因为是金华城的法务，他的今天透露出来的讯息是说，那时候呢，沈庆京呢就非常的紧张，好，就说啊怎么办？这个有关于容积率的事情呢，现在好像
都没有人在帮金华城讲话。结果呢，杨家俊呢，他们就说抓到杨家俊跟沈庆京的通话的这个记录里面呢，就杨家俊跟沈庆京说，施威全说他可以帮忙写2篇文章，然后呢，然后这个沈庆京后来又觉得说啊，那这个报纸上写到底有什么效用？就有这些讨论，但他就抓到这句说，施威全说他可以帮忙写2篇文章，他敢骂监察院，好。所以呢，后来就衍生出来说，施威全写了，那你这个是不是拿了沈庆京的给你的钱啊，或者怎么样？重点在于是，今天就算是施威全因为老同事好过去的这个朋友来跟他委托说，哎，你在这个观点上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你是不是可以写你的这个评论的文章？他答应了，沈庆京给了他的钱，这关检调什么事啊？这关这个案子怎么事啊？就说这个跟案情本身没有关联啊。施威全又不是都市计划审查的这个委员，不是，对，他又不是专家而已，他又不是在那个金华城里面呢，跟这个案子里面相关的任何的角色、公职务的角色完全都没有。所以今天就算是一个公关公司，就算是一个企业，他希望能够有这些专家学者出来帮他们这个说话，哎，这犯了什么事儿了？所以这件事情的荒谬呢，恰恰在此。然后什么最高检呐、北检呐，在那边的回应啊，或者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胡说八道在说些什么。你当初就不应该约谈他啊！我不知道了，就是说这些检察官呢，是这个真的是涉世未深。还是故意的也有可能，因为他们从大学毕业考试完就受训就当了检察官了，完全不了解社会的状况。其实我们看很多争议的案件，双方都会找学者来助阵的。他找这边学者，那边找那边学者专家在报上，或者在这个谈话节目上讲来讲去，对不对？那有的是可能是出于自己的自愿，有的可能出于他的热心，有的可能是他的专业，也有可能是拿的稿费啊什么，这是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他只要没有违法，他表达他自己的意见。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双方经常都会找人在这边发动这个所谓舆论战，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王世坚希望柯文哲身体健康，给的3个建言，说冷静面对司法，不要再散惑群众维持社会和谐。然后呢，应该为他的党着想，把司法理清楚，然后呢，这个民进党都很节制，所以呢，这个希望呢，因为他们身为执政党，所以希望这个公平整理，所以呢，意思说我们民进党很节制，民众党也要节制，那另外呢，柯文哲交保以后呢，关心的一件事说，是不是经过双子星？是怎么盖那么慢？盖那么慢，怎么会盖这么慢？不是很快吗？台北市政府的前发言人就陈志涵说，这个基地太大了，所以他关心，意思是他关心市政了那另外呢，大家都要关心说柯文哲的下一步是什么？交保后下一步会不会冲击蓝绿的合作？然后呢，还有人说柯文哲会选高雄，有人会去选总统，反正各种讲法，我们看一下。双子星组会改成我们不是很快。刚从北所出来第2天，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跟幕僚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关心台北市市政。当时有拨一笔预算，那从台北车站可以一直走跨过去，因为那个现行公园要全部把它弄完。这个1万1度已经1年多了，从这边。这个我下来的时候已经飘出去了。忆起当年当市长时的进度，柯文哲直呼在北所待了1年，怎么好不容易出来看到的是这样的工程进度？对啊，当时就已经说只出不住了。对，因为当时到底在 BOT 还是在设定地上权，最后叫他们写一个计划案这不应该速度这么慢的，计划案都写好了。柯文哲话匣子一开，滔滔不绝，让陈志涵无处可躲。不过这1年或许真的想说的话很多。麦嘉宇。
我觉得柯文哲关心双子星，又让我想到我在当议员的时候，那时候监督双子星，柯文哲本来要给一家南海控股是于平海中资，当时我说这绝对不行，因为他的财务有问题，但柯文哲还是给了他。结果后来呢，当然投审会是认为说有问题才会换像现在这个盖双子星的这个宏汇公司来盖，但是后来于平海在香港确实宣告破产，所以如果双子星当初是南海控股来盖，今天不仅盖得慢，可能也盖不下去。变烂尾楼哦，就是因为于平海已经破产了，所以再回过头来刚刚讲这个施威权的事，我还是必须提到，就是说当时的整个柯文哲市府任内有所谓的柯批包围网，怎么包围网呢？因为当时金华城包括前台北市长黄大洲，后来也到金华城去担任顾问，包括这个葛树人，他也是柯文哲的这个新故乡这个智库的一个相关的人员，他也在这个沈庆金相关的基金会，包括吴顺明。当时是都发局的相关人员，他在监委的调查报告里面支持560容积率，后来也到沈庆金基金会，黄大洲也在监察院的调查报告支持560容积率，也在沈庆金的基金会，而这个监察委员刘德勋，这个写出金华城应该有560容积率的监委，也到沈庆金的基金会，这一连串的柯批包围网，难道柯文哲都没有觉得问题很大吗？所以整个过程沈庆金就很擅长利用媒体，利用他的关系来营造这整个金华城，到现在搞到840的容积率，最后所有的人都身陷囹圄。那我觉得沈庆金擅长除了媒体，甚至用司法去，包括我当时在质询金华城的案子，也被沈庆金提告诽谤等等的这些案件。那当时的都发局长在蒋万安任内的这个刘秀玲都发局长，他当时也认为王玉芬都发局长，他当时说这个金华城案应该这个就是如果他任内不会给他560容积率，会给他392，甚至说这个容积奖励有问题，也被沈庆金发律师函。所以我觉得沈庆金的一些手法跟作为，只要有跟他交手过的人，应该都非常清楚。很可惜，柯文哲就不知道为什么很爱沈庆金，还去他的陶朱影园唱歌，唱了好几次。今天搞到这么落魄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应该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应该要跟沈庆金来问清楚。而对于民进党来讲，整个过程里面，司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到目前为止柯批出来，我们也都一句话没有说。那如果司法侦办过程说侦查不公开，这些有问题的，这些我们也认为说检调确实应该要好好注意，避免外界认为说司法人为政治的打手。那至于人民相不相信司法，主要还是政府其实对于司法的态度给人民有没有信任感。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检讨的部分，不要让人民动不动就拿这个政治干预司法来去对司法的威信造成影响。我觉得这对国家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对认真办案的检调或司法人员也不公平。这样。政治干预司法、司法迫害人权是贵党的立法委员说出来的哈。这个林岱樺呢被叫去的时候，他就在外头高呼了这句话。我想这绝对不会是只有民众党的质疑。第二点，我还是想要借这个机会稍微澄清一下，他们现在想要无限的扩张，要来隔离柯文哲跟所谓的民众党或者他旧日的部属的一些关系。但正如我刚所说的，我跟陈佑成都不是证人，我们甚至不在证人的传唤名单之内。结果北检还可以这样子继续乱搞。然后呢，他们说什么要影响舆论、未审先判这些东西其实不就是过去北检在搞的吗？在整个侦查审理的期间，刚刚高嘉瑜委员他也说了嘛，你们也承认了，其实北检透过不断的放话、不断的干预司法、不断的人格抹杀，其实就要造成媒体的未审先判。所以这件事情明明是北检在做的，他们竟然做贼喊抓贼，说是我们透过脸书在操控司法，这句话荒不荒谬？因为呢，所有的证人当庭说出来的证述才会被转述到柯文哲的脸书上头，所以我觉得北检呢拿出这样子错误百出，而且呢逻辑倒错的这个抗告书，其实只是让人看破手脚而已。再回到刚刚大家聚焦的一个点，就是台湾到底还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刚刚高嘉瑜说了很多啊，说谁跟沈庆金都有关系，我们就用司法来论司法。现在已经查了1年了，请问到底柯文哲有没有收受贿赂？请问他到底从哪里明知违法而为之？北检到现在查不出来。所以如果说司法是这样子破绽百出，而且这样子想要压人取供，你要叫人民如何的信任司法？那这个博弈，北检对柯批提抗告的原因，我都尊重，没有意见。但我建议的是，
如果真的北检觉得柯 P 是有问题的，可不可以先把阿扁带回去啊？阿扁保外就医，你告诉我好不好？又主持节目，又参加政治活动，又上台演讲。如果这种阿扁的情况你都能视而不见的话，那我不晓得你是用什么标准来看待柯文哲主席了。我觉得标准差距非常大了。但是不管如何，还是必须要给民众党所有好朋友一个建议啦，就是接下来做任何事情一定要真的特别小心，而且要冷静，尤其是法律的红线一定要抓稳，因为所有绿营的人，不管从上到下，现在全部都盯着柯文哲，等着柯文哲出包。要知道，因为只有柯文哲出包，绿营才有机会翻转，才有机会扭转他现在的逆风以及低民调的状况。而且现在绿营很明显的，从柯文哲前主席交保当天出来，就直接很快的出现很多很好笑的新闻。我上网看了一下，我想说，哇，柯文哲都还没有回到家，网络上出现什么？说2028柯震如父啊！我想说，哇，这会太快了，柯文哲还没出去2028就柯震如父啊！然后马上又有人说柯文哲接下来要选高雄市市长，说什么会跟柯哲委员互相的什么空降，影响我们国民党的提名，说接下来还什么一些挑弄了，说蓝白合一定会因为民众党有2个太阳的原因，所以造成接下来会在野党互相的纷争很多。我讲真的，民众看得非常多了，从2024年那个时候蓝白合等等的很多的过往，我相信蓝白的支持者心中都有很多的感想。但是到现在，我相信很多的纷纷扰扰过去了，接下来该怎么样做，能够在2026跟2028让整个在野党重新的起来，重新的站出来，让执政党、让民党知道台湾的民众不是傻子，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也拜托很多蓝营的朋友们、白营的朋友们，很多那些听到杂七杂八、莫名其妙的谣言，并且挑弄、破坏蓝白合作的这些话语，你必须要去相信，因为我相信在野党接下来合作的氛围是确定的。最后一样，要这个恭喜柯 P 能够先出来一下。现在对于他而言，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陪家人。因为我相信这么1年多来，他的家人不管是妹妹、妈妈、太太都非常大的压力。在第二个，利用最近的时间，好好的来讨论面对要碰到的司法诉讼，因为司法诉讼跟司法判决会是柯文哲接下来真正的战场。要知道，柯前主席目前被判多少？是28年6个月，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刑期。而接下来要怎么样？不是判了，对，被求刑啊，求刑，对，28年6个月，这是很长的时间。要怎么样在这个所谓的长时间里面，能够帮柯文哲，包括所有民众党继续的稳步走下去？我觉得白营民众党要加油，而所有的在野党，包括蓝营的朋友们，我相信也都会给予民众党更多的鼓励跟支持。我觉得说，其实柯文哲从这个进修里面出来，对民众回应的这些话，我说真的，这是人之常情啊。这么多的支持者，在这过去1年当中，看你被这个司法的这样的一个追杀跟迫害，至少我想到目前也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证据。我想刚刚志涵主任也提了很多，就是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你讲出来嘛？没有。那所以我觉得他在外面对于这些支持者长期以来对他的支持做了一些情感上的回应跟诉求，我想这乃人之常情。我觉得其实北院也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过往，就开始又提出这个4点的一个抗告，说又再把它压回去。我说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只会让民众对于整个国家司法检调的体系的一个信心度降到更低，因为对于柯文哲这个案件，大家已经有很多的一个政治力的介入的联想存在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执政党你本来就要稳住国家最后一道的防线，但是呢，你却在很多事情，说真的，刚刚博弈讲说这个北检那四条的那个意见，他是尊重，我是觉得不以为然，因为这真的都是蛮瞎的理由。什么叫不明人士？那不明人士是什么？那每个个人的这个脸书的网站还要他的一个发文，到底小编以后还要这个经过你的这个检察官的同意，我才可以发文吗？我说的台湾有需要变成这个样子吗？所以我当然觉得说民进党刚刚王世坚说请这柯文哲要谨言慎行，当然我也认为大家都是用着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在注视着你。所以呢，当然未来一言一行是要非常的一个谨慎跟小心，因为毕竟好不容易出来了，那应该赶快面对目前整个执政党，或者说你认为你遭受到了司法迫害，赶快一一来做一个解套。我觉得不管是对于柯前主席，或是对民众党的未来发展，都还是有长足的一个愿景。因为说真的，也只有这些问题解套之后，才有刚刚大家提到博弈提到的，开始在规划他的2026、2028，甚至未来。所以我还是说真的。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当然还是要谨守法律的一个底线。但是问题，法律不外乎人情。
柯文哲前主席或者柯文哲市长在对外面对这些支持者的这样的一个真情的一个呼吁跟感谢，你就有必要用这么放大镜来检视他吗？我认为这是很多的台湾的民众认为他看不下去的一个主要的地方。对了，我在想那个检察官要提起抗告的4点理由，要把柯文哲押回去，法院不会接受的啦。因为检察官提的4点，其实法院其实他都已经考虑过了，在放人的时候、交保的时候，其实都考虑过了。好，所以里面很多理由其实都是检察官一再的，上次讲过，上次就已经讲过，现在再重复，我认为法官不会接受了。不过当然，民众党是太严肃了，幽默一点。我若说民众党哦，我就给柯文哲发个脸书之前，我就请检察官呈请核释，看你同不同意。然后发新闻说，我这个请检察官看看同不同意这样。这样嘛，检察官就很久了，现在再回来。抓个。好，国民党跟民众党有15个县市长呼吁呢预算要还给地方，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央集权、中央集钱嘛那另外，所以15个县市他们有一个联合声明这个15个地方的县市包括新竹市那这个邱成远他是等于是接着这个高虹安那另外呢，说他们呢说希望行政院依照新版的财政划分法，因为立法院3读通过了那保证地方财源呢只增不减，不能搞了半天还减少，搞什么呢那卢秀燕就发起了这个15个县市说呢这个有3大诉求对中央来这个他们说杠中央了第一个要求中央重新计算各县市统筹分配税款。而且你要公开你计算的公式，你知道怎么计算的？给大家看看吧。你做一个公式吧，你就不可能自己闷着头自己想吧。公式拿出来大家看而且不能片面更改补助款的这个规则而且应该恢复发放一般性补助款。另外呢，包括前瞻计划等计划型补助，应该要各县市均衡，不能独后特定，就是不能独后绿的县市了就是什么像前瞻这种特别8800亿，搞了半天，对不对？新竹市。那时候民党执政，什么一个什么球场，不要一点点钱，给了好几倍他们要1、2亿，给了10几亿吧，我印象大概数字我不敢完全记得，反正就是要5毛给1块了要么还不止给1块给好几块所以呢，他说希望中央放下屠刀，大家一起来努力了。说中央借着预算补助修理地方，这是不道德的，你不应该这样子嘛。地方你只要当选以后，地方其实都是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对不对？那率土之滨莫非王城，是不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所以呢，财划法345亿没有办法分配，蒋万安就杠卓荣泰了，说你这个计算公式公正客观，你就按照公式来就好了嘛，怎么不能分配呢？侯友宜也说希望理性沟通，不是我们对抗你了那另外呢，这个卓荣泰说可惜当时你立法院接受复议不就解决了吗？我们复议你们就解决，就没有这事情了吗？卓荣泰说邀请蓝白16个首长明天先会商那说有3个争议，第一个是公式是不是有没有错误怎么办？第二个事权有没有随着钱调整？就我们钱给你比较多啦，那以前很多事情你不能做，你现在都自己可以做啦，不要中央来做第3个问题，富者越富，城乡差距更大了直辖市可能补助比较多啦等等那另外呢，民进党委员说这个你们应该上数学课那台中垃圾山的争议要回反正就是你跟他扯东，他跟你扯西了那新版查划法有哪些争议？第一个是统筹分配款，就是分配的公式。另外有个叫做一般性补助款还有一种叫计划性补助款计划性有个计划或者政府有个专案计划来补助你们那这种东西就我可核准你，可不核准你。蓝的可能就通通不核准，或跟你砍；绿的我可能就核准，还加码类似这样。好，我们看一下。面对新版的财划法，台中市长卢秀燕主揪邀集14个蓝白县市首长，下午北上开记者会，提出3诉求。蛮可惜的，如果当时有接受行政院的复议，那这些问题当时就应该可以解决。不过还好，我希望地方的首长们先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态度。中央政府要以民为本，以民为念，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央政府，却借着补助地方预算的生死大权，修理刁难各地方县市，大砍各地方县市政府的补助款，因为已经影响到地方施政，所以为了地方民众的权益和建设，我们必须要挺身而出，否则我们就有愧于地方的民众。感叹当时就提出复议，因为财划法分母写错，导致各县市未迎来财政春天。就算统筹分配税款超过8000亿，但有300多亿元卡在空中，地方首长都出手讨钱了。曾表示要邀首长共商的卓院长，至今公文还未发出。本周内我会分时间邀请他们来，就解决问题的最终的方式该怎么来处理。那我也希望这个当作我们未来合作或是改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强调中央地方一同来解决问题。大家希望透过理性的沟通，不是对抗，好好的为人民把握任何1分1毛的钱，好好用在人民的身上，让国家会更好，让地方发展会更顺利。但国民党团也质疑，若有问题，为何当初财政部还试算金额呢？行政院不提的版本，才造就今天的乱象。那我们在复议的内容也写得非常明确，就是关于公式的错误，还有水平分配各种权重指标。为了财划法，首长们再度跟政院杠上。那嘉宇怎么看？你也当过议员，怎么看这个财划法？这个财划法当然当初蓝白在立法院推的修法，那本来推完之后，大家觉得说，中央地方可能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资产的分配、财产的分配上，对地方上，大家好像当时是一片欢欣鼓舞，好像又加了多少钱。可是事实上后来发现，第一个公式有问题，第二个当初原本所想象的钱并不如预期这么多，所以现在这些县市首长又联合起来说，这个当初的预期的钱没有办法拿到等等，对地方的民众无法交代。可问题是，大家会觉得说，这整个是当初你国民党、民众党一起推出来的法案。那财政部原本认为说这个公式有问题，或者有其他疑虑的时候，当时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几乎没有办法表示意见，所以导致现在这样子的乱象要来修补，事实上是有所困难的。那对中央来讲，当然中央地方一起合作，本来在过去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财划法分配之后，中央的预算也减少了将近1000亿，所以对中央来讲，这个钱也是抓襟见肘，所以对地方来讲，反而没有拿到预期的钱，也造成这个中央没有办法去协助地方的一个窘境。当时不是你们民进党都不提对岸出来吗？对啊，所以他不提，所以就搞得。我觉得这个卓荣泰真是胡说八道。我告诉你，12月底就已经财划法就已经3读通过，现在是9月，那时候通过的时候你也没有告诉我分母算错，你也没有告诉我345亿没有办法入，你都没有讲。然后我根本觉得是我们主计总处还有财政部根本在摆烂。就完全是个摆烂，然后卓荣泰特别讲说，你当初如果说复议就好了，复一个头了，2月27号你提出来，然后3月就已经要表决，你这种接受或不接受，文字根本没有办法修改，你在说什么？所以他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断把这件事情推到蓝白的一个身上。重点是，就像我们刚刚每个人一直在讲，你行政院从以前开始你就说你要提对岸，你要提出版本，没有提出任何版本。这就像是什么？你知道，我现在觉得每个人在批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大学的时候，不是有团体作业吗？团体作业的时候都已经做好了，然后呢，那个没有交作业的，然后交作业的部分都没有做任何的贡献的人，然后开始不断批评自己没有任何贡献，然后对人家的作业的时候，他开始就是出一张嘴巴，就来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这里当初就发表意见，你就不要，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事情？那是大学生、小学生做的事情，你行政院就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听起来就非常的生气。你没有提任何的版本，然后呢，我们要来，我告诉你，那时候智库包括国民党团，其实跟白我们都有很多的沟通，而且我们有不同的版本，就请你一起来，我们看看怎么做下来能够修出个大家最好的。就如郭国文所提到的嘛，民进党也有版本，柯总召不准他们提，为什么？大罢免，他就不要做这件事情。还有包括总预算，坐在那个地方事出是多不老。以前主计总处在我们总预算出来之后，坐在那边最后的协商的时候，电脑一敲就告诉你每一个项目都会出来，然后告诉你要怎么分配，该怎么样，少哪一个多哪一个。
主计总处这次一件事情都不做，就是摆烂。所以说，除了台到目前为止，你说已经开始要休养生息，从你今天的对话里面，我就告诉你，一点反省的机会都没有。当时为了大罢免了，就是为了大罢免，就什么都不跟你不要。到时候他累积相骂本嘛，到时候可以骂你国民党，你看这个国民党这么坏，乱修等等，然后把你们都罢掉以后，没错，他就一党独大了嘛。我补充柯志恩委员讲，左荣泰院长这次怎么讲？他说很可惜啊，如果当时在野党有接受行政院的复议，这些可能财划法公示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这是左荣泰今天讲的。拜托院长，你回去看一下，今年2月行政院提出财划法复议的4个理由，好不好？你当时怎么讲的？你4个理由，第一个讲因为破坏国家宪政体制，第二个侵犯了民众基本权益，第三个弱化国家财政健全，第四个违背立法程序正义，就是没有财划法公示出错，好不好？是无关的事情啊。就现在呢，之前骂得很凶，现在发现这财法出错了。一副怎么样见猎欣喜幸灾乐祸啊，觉得好像都是你们在野党错，所以你们不听话才会造成现在这种结果。我觉得这种态度非常不负责任啊！要知道财划法修正，民众党有提自己的版本，国民党有提自己的版本，但是最注重地方财务自主的民进党尊重现在行政院的版本，最好的版本，他说的。对他讲的结果出来呢，公司好像有点问题，好像钱倒不拢了，谁的错？在野党的错，蓝白错。对，所以我觉得非常荒谬啊！之前财划法赖清德总统说要修，苏治芬说要修，张化官说要修，苏贞昌说要修，柯建铭总统还说什么？他说财划法是民进党团的第一优先法案，他自己讲的，就到现在呢，通通摆烂，通通推给在野党。这种态度，我觉得真的才是让人感到不耻啊！那立院党团主任，我很快2个补充哦。第一个，刚刚听到李慧芝发言人讲了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荒谬，事权调整。因应财权去调整，这个是行政院要做的事情，不是在野党要去做的。你因应这些钱的重新划分，要如何去分配财权跟事权，从财划法修正的那天开始，行政部门就要做。第二个是，其实呢，算有一些都不拢的状况，比方说外县市，它因为分配的问题，所以呢，它没有办法100%的把它这个算的，就是说100%的划分清楚，但是也没有差那么多。他们现在是吹毛求疵，搞得一副说好像345亿全部都分不拢的样子，其实就是很微小的几亿元，然后他呢过去去放大那些些微的瑕疵，然后呢去全盘否定这个法案的进步的力量，也就是说应该要回归到地方自治的原则。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荒谬，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只是见猎心喜，而且完全没有把国家的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前。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国民党要参选主席人很多哈。那今天彰化县的议长谢典林本来是要参选的，现在宣布退出啊，说因为连胜文劝他啊，连胜文的游说，所以他决定不选啦啊。那另外呢，郑丽文现在抢军系的票说未来要高度尊重柯文哲蓝白合的态度啊。郑丽文去批评说过去反罢免行动的时候呢，搞了一个31-0那民进党呢全数就是当时的那个就是那个提案罢免民进党的时候31-0全数失败，党内基层被检调追杀，100名以上的党工被起诉，部分人还在羁押，那所以当时的气氛很低迷了很落难的时候呢，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没有人敢站到第一线来扛这个压力来抵抗不公不义。所以呢，这个他说看黄丽君如被抓大家都很同情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都不问当时了，有没有人出来力挺？那结果呢，徐巧芯就火了。徐巧芯我没有要批评他，但是我记得我们在北检，当时在北检声援黄旅主委的时候，没有看到郑丽文来朱立伦是守到这个到凌晨，首夜到一夜都在那个地方反正现在选举了个人有个人的主张那郝龙斌说，我虽然还没有宣布参选，但我准备参选国民党主席那未来重要的任务也是推动蓝白合那郝龙斌说呢，做大事不计小怨，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们都翻页了，放下了那另外呢，柯文哲因为交保了，所以呢，这个国民党主席变成蓝白合，会不会产生一个新的变数？那现在国民党委员都频频送暖，
表示蓝白合很重要，要巩固蓝白合的立场啊。黄国昌重提柯文哲联合政府的主张，说呢，现在这个民众党里面要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研究小组，到底呢政策要怎么联合啊？到底该怎么做啊？那欧美国家包括日本到底是怎么做的啊？我们看一下。8月底才在脸书贴出和柯文哲合照，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如今确定不选了。我可以称您为国民党主席的参选人吗？现在可以不用了啦。那当初那时候说会参选其实就是补一些论述，应该是说他提醒我自己的事情其实还很多了。原来是被连胜文劝退。谢点玲说，不管谁来选，蓝白合都是关键。那前台北市长郝龙斌会不会是适合人选？这我就没有办法评论。不管谁当主席，他就要把蓝白的合作当作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识。国民党现在人人喊选，不少人浮上台面，也包含前立委郑丽文，但他上馆长节目，这番话在党内掀起炮火。我昨天接到应小薇姐的电话，她跟我说，她每次在土城听到小草在外面声援的时候，她心如刀割。那国民党的在哪里？片段传开，徐巧芯留言开酸，没有批评的意思。记得我们在北检声援黄旅主委的时候，他也没有来啊。朱立伦可是守夜到凌晨。国民党并不是没有去声援这些党公职。那另外，或许这个立文姐她不清楚，是因为她当天，或者是说她那个时候她并没有在场。当天是因为中央党部下了动员令，要求国民党的公职，那我并没有公职的身份。要拉小草，党内支持也不能放掉。郑丽文抢攻深蓝票，对手还有已经等很久的张亚中。每一位参选人都出来说，我要带大家赢得2026，赢得2028。你怎么赢？难道只是靠我们天天去骂民进党吗？喊话重建党德党魂，就算继张亚平退选后，谢点玲宣布不完，战局依旧很混乱。陈乃金。其实应该先问志涵，好，就是说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未来的党主席来说，每个人都说一定要蓝白合，到底这一页呢翻过去没有呢？其实是要问，好，志涵是要问，对，因为是柯文哲嘛，因为关键了没？尹乃金今天变沈富雄了，认为是主持人。来，我简单说，其实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说了，我们现在呢，在野党最大的一个共识，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2028就是要下架赖清德这件事情，我相信也是全台湾人的共识。但是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中央委员会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决议，我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其实今天黄国昌主席责成了我们的政策会，要提出一个联合政府的研究小组。这个事情是过去柯文哲主席呢，在2024结束之后，他其实就有提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过去的所谓的蓝白合，其实讲得非常的仓促，大家对于政策的方向，甚至两岸的路线都没有深入的讨论。如果未来要有个比较好的合作的基础的话，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去碰触的。大家都不要打模糊仗哈，很多东西不管是联合内阁未来要怎么组成，这些东西希望在一个比较相对充裕的状况之下，大家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互信还有默契的状况之下再来开始谈。我们绝对不是只以胜选为目标，而是为了要让台湾未来的长治久安，而且让整个政府更加稳定为一个目标。这件事情很清楚。那至于呢，对于国民党主席的选举，其实我们早就说了，我们呢不会去介入，好，也不会有做任何的干预，甚至是太多的这个评论。毕竟国民党现在真的是我们的友党。其实我们的主席说得很清楚，过去大家一起在立法院里头打过这一场大罢免，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乃金。对，因为主持人请问满意吗？没有，因为主要现在就是因为郝龙斌的关系嘛，哈，所以呢，大家会觉得说，因为郝龙斌的子弟兵，特别是淑慧，哈，可能在这个金华城案子上面呢，跟柯文哲这边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恩怨了哈，所以说到底能不能够翻过这一页，其实就是要看这个柯文哲未来的态度了啊。当然，就是今天这个黄国昌提出来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因为事实上呢，提出这个联合政府，当时在赵先跟这个侯友宜选举的时候，赵先也提出来啊，就是联合政府。那是关键是未来的党主席的国民党的人选，
在这一次的选举的过程之中，哈，到底谁能够出现哈？我觉得现在呢，假设如果说最终呢是郝龙斌参选，而不是赵先生的话，那就是郝龙斌、郑丽文还有罗志祥这3个人决定最后谁能够当选吧。来，嘉宇。现在看起来，国民党现在台面上要参选的人似乎都没有能够让大家都满意的人选哦，那所以才会造成现在大家众说纷纭。那也代表说，国民党党主席这个位置确实不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很好的位置，也就是说，做这个主席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承担，就是一个责任哦，就是。有功无想怕婆爱陪啦吼，所以在现在台面上参选人可能各有目的，但显然对于国民党现在急需的2026蓝白合或2028想要赢得这个总统大选来讲，现在台面上的人选，我觉得都还可能不够力。因为距离领表还有一些时间哈，我们国民党大家都要讨论啊，我们还是期望有更强，然后真能够说服大家的人出来吧。在现场吗？我赞同柯志文的想法，怎么这么简单，这么简短这样？我只能说，人才太少是麻烦，人才太多也是困扰。那国民党现在人才济济，希望能够有更有力，而且整个从政之力更完整的人来带领国民党，并且带领未来的蓝白合作。不，有这么多人愿意参选，总是好嘛？对，总比到这个没有人来不更糟嘛？没错，对不对？那时候民进党有一段时间没有人，所以蔡英文才出来，记得吗？那时候蛮惨的。来，这个伟杰，我一样，伟杰加1，就是说我是觉得说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人选，我们还是有几个重要的。第一个，我觉得党的很多的论述要重新做一个调整。那谁能调整？那第二个，刚刚我也呼应刚刚志涵主任讲的，我们要重返执政2028，如何争取更多广大社会人民的支持，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就是未来党主席要努力的。但重点还是广纳更多的人才、选训用等等的。那所以我觉得说，当然目前所有浮上台面上的都非常的优秀，都各自有各自的优点。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当然刚刚志恩委员讲，我们希望有更强的人可以出来带领大家，而且不是只有在政党的之间的合作，甚至可能跟业界。